好，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来到这门课生成式 AI 的人文导论。因为这门课比较特殊，我们有那个线上直播，所以我们就必须准时开始首先就是先跟大家讲，这门课同时是台湾大学人工智慧学生联盟的自然语处理的主导课程之一，所以我们除了各位实体在场的同学们，还有线上可能好几百位的其他学校的文学院的学生，同时在修习这门课。那所以如果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用直播跟实体结合的形式，所以如果两边有些怠慢或者是有些问题，请大家多包涵啊。那也很欢迎线上的那个同学们跟老师们一起参加这个课程。好，首先呢，那今天因为我们是第一堂课，不过因为我们的周次只有16周，然后我们课程的安排比较紧凑，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要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多一点的时间的介绍啊。如果同学有其他的安排，可能得先考虑。我们今天开有3门课的时间嘛，好，那刚刚如果没有拿到这个课程连结的，你们可以上 NTU 库，在第一周里面那个投影片连结已经在那边。那我们在这个每一次的上课，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请我们辛苦的同学们帮忙做一些剪辑，会把影片放到 YouTube 上面去，所以大家也可以那个追踪我们的荧幕，不是追踪我们荧幕，追踪的频道，等一下没有跑掉。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先聊几件事情，就是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整个教学的团队跟一些课务。第二个呢，当然是课程的背景目标规划跟对各位的期待。然后我们有点时间来一个比较急速的入门，最后1个小时助教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学期要怎么样交作业好，先不太稳。好 ，OK， 所以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第一个当然就是我是谢树凯这是我目前在台大语言所任教，那同时合聘于脑与心智研究所。本来想要骗一骗，因为我们的直播没看到脸，想骗一骗直播的同学，我是左边那个你们的左边那个比较帅的那个，事实上左边那个是 AI 做的，但没关系，我们还是要面对真实，所以你们的右手边就是我。那我自己本身的研究就是计算语言学那同时也跟这个认知语言，还有最近也做一些跟法律 LM 有关的事情，这样。好，那我同时也是负责那个卫大在台大的一些深度学习的认证的教育，待会再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好，那附带一提，我也是文组生。我特别要强调，我们这门课是一个是全国仅唯一第一次开始我们的课程，AI 课程是专门给文学院的学生，包括其他学校，所以在座全部都是我们台大文学的学生，所以应该蛮开心的，就是不会再有各个其他科系的受干扰，好像不太好，糟糕，这一段要剪掉。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有自己大家同时相同的比较相近的学习背景跟动机，或是对未来的规划，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起往前迈进。那我自己，你看我学校77，可以当你的爸爸，对不对？77台大哲学系。那好，我们助教群就是有7位同学散布在，你们以后就会慢慢认识到。大部分都是我们实验室的同学，然后背景也跟大家类似，所以我想我们这门课的经营跟学习上，大家可以比较放轻松。所以学长姐他们都也是一路学习各种技术知识我想都可以当做大家的榜样。那当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都欢迎跟他们请教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谈一谈，就是比较重要，就是怎么会有这门课。就是看这个课名，我想大家也是可能都有很多误解，甚至不止大家。我想当定这样的课名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跑过来问我说，什么叫做人文导论给文组的学生上 AI 是什么意思啊？是你们要把它弄得很简单吗？还是你们要用来就是人文角度在看 AI 啊等等有各种？那我说都不是。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我说我要跟一起参加这个同学这堂课的同学一起经营出来，我们才知道最后的样子会是什么。所以我先跟大家提，大家不要先有一个特定的想象力，好像这门课是给文组的学生，所以我们就不写 code 不是这个意思哦。当然要怎么写 code 的，待会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中间这张图。有没有感觉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这你们大概不知道这句口号是在哪个时代背景，但是我想，作为所谓文组生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当然包括跟人文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甚至管理领域，跟人有关的人的价值、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或者是人的情绪、人的表现等等有关的学习。知识我们都可以说这是一个广义的文组。那为什么下一个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很耸动的标题是因为从我们的角度其实看到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对于各个角度、各个学门、各个行业的冲击。那其中人文领域的学生或人文领域可能比较辛苦一点，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大家觉得最倒霉就是人文领域，所以我猜你们很多同学在选台大文学的时候，家长是不是给你们压力啊？不要念文组啊，你随便念一个，不要这样讲随便，就是念别的学校的工学院啊，或者CS 最好啊，对不对？我希望我在这个学期要跟大家，或者我们一起来证明这件事情，并不是这样子我先给大家一个开头，这样好。刚提到这个时代背景，就是说。虽然你们现在可能对 AI 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想象，但是先把它当成你现在理解的这个 AI 科技，它正在整个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类的社会，各行各业不讲你以后你想象到的行业以前可能还是比较是知识型的，现在随着硬体机器人也很快进入人类社会，我们人类是各行各业都会有很多革命性的影响。这里就先不谈各行各业，我现在谈的是各个学门，因为大家毕竟还在学校，对不对？你们在不同的学科里面，它对各个学门冲击是相当的大的。那我这边先引一个图，这个图不知道你们看，前一阵在网络上一个热门梗图就有一个作家，他说我是想要 AI 来帮我做洗衣服，然后洗碗，然后我可以去做一些艺术创作。怎么现在变成 AI 来帮我做这个艺术跟创作，然后我去洗衣服这个在1-2年前，这个所谓的 AI 发展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大家觉得所谓的 AI 应该是，比方说，这个数学很厉害，什么很厉害，然后这个文学这种艺术创造的东西是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文组是很有希望的。但是这2年来的发展，好像那个味道不太这样子。它可以创作，它可以各种不同的领域的创作，会对于好像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产生很大的威胁感。那么，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话，也不能说完全的错误，但是这个感觉会影响到我们很多对于所谓文组教育的设计包括说。你看，我又用一个很耸动的标题，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 AI 会让文组生在地球上灭绝这样子，我们只要去怎么样就好那甚至很多课程都被取消。那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是2个新闻，刚好是同一个新闻平台发布。第一个新闻是去年。2024的时候 ，Google 的 DeepMind 的 AI 在国际数奥上达到了1分，事实上去年是差1分，
就得金牌，过那个门槛。那今年2025这是没多久前的讯息，这个团队再往前，现在已经是属于数奥金牌的选手。那你想一想，随着这个边缘计算，你们可能以后慢慢知道，你们看到了很多东西都会有一些所谓智能成分。AI 是这样子的性质，它不像我们人类，我们人类就像是这个同学懂了，他没有办法，他的懂立刻让每个人都懂。AI 系统不是这样子，机器是有一个了解了，它基本上就所有的东西，它都有就可以变成到那个程度。大家懂意思啊？就像是我们在开车，那今天不小心车上的路况造成了一些你需要处理的经验，但你学到了，但是其他的司机或其他的 driver 全球没有办法同时去 update 这个知识，机器不是，所以机器的演化或迭代学习的速度跟我们人类不一样。那它的本质会在说，你就想有一天我可以。这一天可能很快会到来。我们的所谓电脑不在于这种比较笨的电脑，我们的咖啡杯都可以思考。它有机会，就像是去解一个数奥题目，那你可以问一问数学系的朋友，你们不担心吗？你们如果没有概念说数奥的等级是什么，可以问一问数学系的同学，他们全系大概有多少同学拿过国际数奥的奖牌，更不要讲金牌。好，这么难的题目，现在的 AI 已经到达了。这是第一个背景，然后呢，我再讲一个，他说那资工领域是不是没事？我今天是骂了很多人，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大家都有文组生，我们可以好好骂人。大家可能觉得那资工就没问题了，我们大家来写 code 啊，我们去念 CS 啊，我要 double major 就没事吗？这个是也是甚至上周吗？我忘了前几天那个 paper OpenAI。发了一个 paper， 他们模型已经可以达到2024资奥的金牌线，也就是说，资奥的金牌现在 AI 也到手了。你要想这件事情，又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咖啡杯的例子，有一个系统，不是只有一个系统，很快的每一个系统，它就是数奥金牌、资奥金牌。你写 code 现在目前已经，当然这个数字要我现在没有办法记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叫 Code4， 还是一个程式写作的全球程式写作的一个竞争平台。这个 AI 的能力早就已经远超过平均的 programmer， 大概都是前几年。他们也有信心，今年可能很快，全人类程式能力能够超过 AI 的，可能是寥寥无几。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个学门都要好去思考，不是文组生。没有想到我们不会写程式，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写程式，错了，不是这样子啊，这是时代背景。然后再有一个新闻，这个你们可能知道 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嘛，对不对？他也前一阵子就在讲，大家就问他，那未来的学生要学什么？你建议什么？现在其实不只是所谓的这些 AI 相关领域的大厂，或是研究单位，他们看到比较前沿的东西，大家就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就包括现在很多公司的程式开发已经都不是人在写，就是你的程式能力如果没有到一个程度，没办法那么好用的时候，你也是不会挤到一个你当初想象好像很有前途、很有发展的工作。这些新闻我想你都查得到。我引他进去叫滥用权威嘛，我跟你们讲，你们不相信，所以我只好去引验一些他们看到东西的人。跟大家的提醒，好，那就问对不对？老师怎么办？你讲那么多，我们要学什么？大家一定会，我猜你们心里面都很多这样的问号出来，对不对？我们要学什么吗？那我们还要学吗？那不就 AI 什么帮我们做就好了吗？对吧？我先停在那边10秒钟，给你们想一下。对。当一个你就讲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是要学 AI 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什么感觉好像很厉害，这会那会，明天会这个，下礼拜又会那个的时候，他也可以帮我做这个，帮我那个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怎么学？好，虽然这个对直播的来讲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啊，但是我觉得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就是人文领域的 moment， 就是你需要慢一点去想怎么回事，怎么办，对吗？是这样发展吗？我们不要一直在一个单线的这个发展中去想怎么样去调更好的速度啊，更有效率解决它。不是说大家不擅长或不应该做这件事情，而是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的学生，你们更有这种感觉跟义务，多一点思考，给自己那种空白的时间去想一想。好，我不会问你们，不要紧张。我不会问，那同学你好，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创造的时代，我们在一个填补空白的时代所以反而大家我觉得可以先还在学校放轻松，你们这一世代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跟大家提醒，就是从我的角度看到，我们所谓的分科考试啊，就是你在考学测之前，或者你现在也许很多同学现在的大学，在我们文学学习的时候，你还是采取这种就像以前的学习方式，塞知识，就记、背、填、产出、交作业，好像说我得到了这个知识，然后分科教育的严重就是，我是中文系。我那个物理系太远了，那跟火星一样远，我不要跟我有关，我一点都不要听到跟任何物理学有关的东西。你如果是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学习，我就会建议好好调整心态。你们这一代会面临的世界局势跟学习知识的方式会有大大的不一样这个是传统甚至是工业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包括说念法律需要去当律师，念会计师当会计师，什么事，这种职业对齐的想法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那因为这个世纪，因为 AI 科技，它打乱了所有的边界，所以你如果脑中还是那种我就是怎样，所以我就是这样的时候，你会比较值得担心所以这是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是，那我们要怎么学那当然就是这门课，我想慢慢跟大家借由 AI 科技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科技，让我们自己升级学习会不一样，会变得更容易、更轻松、更有趣、更多元，更不是被要求、被填补、被强迫的好，我画这个图给大家看，左边呢，其实就是我们想象的传统就包括到现在，我想。我们对于文理的分组，就大家文学院对不对其实理学院、工学院院这文理主要是文理分组，很直接，制度上也安排你，就是你是念外文，你中文就你哪些必修什么，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分组下，两边的都会有所谓比较，不要讲优秀好了，就比较 talent 一点的人，他就往那个1%的，不然当教授自己自夸一下，我当什么各种领域都会有做基础研究的。但是你现在时代会往那边去，也就是说，一样每个领域，我不是像我刚刚讲的冲击各个学门，不是说就不用念数学，不是这个意思。每个领域一定会有顶尖的，我们需要这个领域的专才，非常厉害，他甚至可以通晓很多、融会很多的，但是一个专才的人才在那个领域继续往前。但是呢，有一大块，我把它圈起来叫做 safe zone。你如果没有掉到这一块里面，你就会往下变成我们不知道比例，但那个比例的人可能会变成也不会很可怜，就是很多人在讲你就领基本薪资，那基本薪资可能越来越高，就领1个月5万，怎么样不错，你都不用做什么工作，或1个礼拜做1-2天的工作，也许就可以。但是你可能会失去很多做一个人的乐趣，我们创造，我们存在感，我们付出得到，对不对？我们有各种作为人的乐趣。那你要 AI 科技会改变我们学习状态，跟改变我们需要工作上需要的人才类型。好，今天讲的有一点沉重到目前为止，但是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先有感觉，你之后在学习这个东西，你才会觉得它跟你有什么连接。好，那当然文理兼备的意思，不是说大家就你现在去双主修叫做文理兼备，只要有 AI， 你随时随地都是文理兼备的人。你可以 quote 我这句话，你不信，我们几周后就有感觉。好，再往前。
这个反正又是引用权威嘛，我讲可能不信，所以我就引用一些最近的书，也在讨论。你看这个书的标题，就觉得很有感，对不对？Why the liberal arts will rule the digital world？ 我们觉得文主生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有一种感觉，对不对？好像那到底文主在这个目前这样一个时代，它的竞争力或它的潜力、它的未来前景会是什么？啊，这些书你有兴趣，你都可以去多了解。好，我再帮你们塑形一下，什么叫文主生？对，我们在想说，这是 humanities in general， 对，包括了文史哲传统，包括了艺术、音乐表演，对，也包括了语言沟通，甚至哲学、反思型的人类学、文化等等，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你们身上有一种蛮奇特的气质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在替人类讲故事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只有空空的很浪漫的感觉而已，对不对？可是当科技发展到一个程度，进入要彻底的想要去对每一个人类社会的那个各个地方产生改变的时候，作为这样一个特质的，我列了几个，大家不要放弃，反而更要去加强，把这些你在所谓的 humanity 学到的东西，去放到这个 AI 科技里面，包括说，如果你是比较是重语言文化沟通，我们向来就是去理解沟通是什么意思，同理是什么意思，倾听人际关系，然后你说管理，现在你还有不只要管人，还要管机器，以后的世界就是人机器一起，你怎么样在这个就像一个怎么去指挥一个人机的管弦乐团一样，那这个能力也是一个不是只有单纯对技术的了解，而是对人性沟通、协作的理解。对，那当然我们还有所谓的脉络、价值、社会批判，那我们还有创造、想象跟美感。这些看起来、听起来都好像是你们在课堂上老师会一直讲的东西，但是我要跟他提的是，这些东西、这些 key terms 弥足珍贵。当你因为你现在对 AI 科技就觉得很远没感觉，你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黄金是人类，你在学习的东西是人类的很本质性、很珍贵的东西。那个东西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至为重要，啊，影响到人类生存问题。好，那大家可以做什么？你说，具体点讲，那我们说你可以做一个刚刚讲人类语言文化跟这个 AI 系统之间的桥梁，或是对 AI 的影响力、它的伦理问题、它的社会影响，你要去把关。你也可以利用 AI 来从事创作、诠释或者创新，增加各种不同的想象力。但我画起来是这一代，就是指你们，因为你们可能这个是真的时间，科技发展的迭代速度很快，所以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下一代的文主生。我的意思不是说文主生的消失，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教育如果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它的变革的方向就不会又是传统的19世纪来的文理分。以后文学或理学可能提供的课程或大家说的训练也不一样啊。你们可以算是有点是刚好在这个开端，你们可以尝鲜体验新的时代、新的学习会是什么感觉？好。那我也建议大家在学习上，如果是其他的 AI 技术课，不好意思，我是会学习中心的老师跟听过的，对，线上直播好像没有顺利的开起来，所以现在很多其他学校没有办法看，所以我们有公布连结，对，他们就按了连结说有直播可以看，是有换过连结，没有。可是现在已经有人数在，就是有观看人次，就是有人是正常可以观看那个影片。录播好像也没有启动的，也帮我看。好，不然在平台上问其他老师呢，他们有没有正常看到？老师，如果我现在重开成公开可以吗？啊？我说，如果我现在重开成公开，好，我在他们可能没有登记到的话，那就把它转。那我现在重。好啊。等我一下。我们已经公布2个地方，对老师。
好，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好了啊。反正投影片也都在，之后影片会公开。那我建议大家在学习的时候，特别去要做一个记录跟，甚至让自己多发问一些，就像天马行空的问题也好，但是这些问题都会是关键，也是以后你做专案的关键。如果你只是要讲进这个技术本身的学习，在当今学习 AI 科技，不是专注在技术本身，因为那会是不同的学法，你也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你现在能够去连接的是更多特殊的一些面向，包括你可能会问说，你现在可能在还没有学习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敢乱问，对不对？如果你多学一点 AI 的原理，你可能比较不敢这样子问。但是我就建议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任何的像这样所谓的很文组的问题，你尽量去提出来，它不小心就会变成你的专案，你也相信。哦，那未来它会不会有情绪？它为什么没有？它有没有偏见？它可以有偏见吗？它为什么不能罢工？对不对？有一天 ChatGPT 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抱歉，我今天心情不好。”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子？我甚至把 AI 拟人化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它有可能有自我意识吗？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如果很多东西都已经变成生成出来的，我们也分辨不出来的时候，那个社会文化还是什么？讲到这个，我也可以刚好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影片，因为这个其中有一张图是我蛮喜欢，你们可能不知道，上面那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聚会。如果你们是比较熟悉量子或者是这个艺术领域，你会觉得都知道上面那些图，但是下面那些图都变成你也分辨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你会觉得那是假的，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同学，我等下拍一张图，让大家变成让 AI 生成一个大家在跳舞的，然后放在直播，可能同学都不会觉得你们是真的在跳舞。你以后看到内容充满了这些所谓真假莫辨，或甚至所谓假的生成的东西多于 authentic 的时候，那社会文化是什么？作为文组生，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对吧？这些都比较重要。好，我们再回去。那我再讲一个，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几个先在课程进入细节之前跟大家谈到的一些思考上的误区。第一个刚刚就提到说，不要以为只有自己受影响 ，AI 影响是全学科全面性的，把你的自信拿出来，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文组生对 AI 是有距离或者是被淘汰，根本不是这样。第二个误区就是，你常常可能会听到很多人说，那我要会用 AI，那我修这门课，所以我就要会用 AI。我才不会被淘汰。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用 AI？ 如果我今天只来教大家用 ChatGPT， 我们要撑到16周嘛？各位的资历，我们今天就可以下课。全自动化这件事情，最后交个 paper， 最好是直接 submit 到个 journal 或 conference， 看会不会被接受。这件事情在发生中，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公司。那如果你是传统的在想这件事情，你会学我用 AI 嘛？所以我就在下面，对不对？AI， 你帮我生成一个，我现在想我也不知道做什么，大概类似这样的题目，你帮我解这个题目啊，你然后丢回来给你。好 ，AI， 那你现在再帮我去把它写成程式，然后把它验证一下，看有没有错。然后回来，那你再把我写成一个 paper， 然后上面的 AI 就在帮你做这件事情。你以为你在用 AI， 是 AI 在给你工作。因为整件事情他自己他不需要人类，基本上是你好像觉得你在用它，事实上是你每个连环节都是在靠它，他就 OK 给你去下指令而已，给你去决定下一步。事实上他也可以自己下一步，为什么要你来说好下一步，对吧？所以你在想用 AI 的时候，你要一开始你就跟它合为一体。在整个过程中，你不是就是AI 很厉害，然后来帮我做事，你以为你很厉害，你在叫他做事，久了是他在给你工作，记得这个感觉。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要介入，
你一开始你要跟他一起成长，他也许这个知识上比你厉害，但是你的感情上比他那个能控制，对不对？各种，你就是要学习结合在一起去做你原来事情，那个原来事情的层次就往上提高，这个才叫做用 AI， 不是被 AI 所用，可以吗？好，来第3个思考误区，我现在都是在帮忙回答一些同学们，可能你开始来这个课堂前有一些可能的各种不同的疑惑，你可能会觉得，或者你问谁都，我现在 AI 好厉害，然后没有啊，他多翻译，他还是会翻译错啊，他还会有幻觉啊，他还会这个唱歌还是会给我听到一点点瑕疵啊，这个音乐就是比不过贝多芬啊，对不对？你一定会这样想，对吧？他就是有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所以就不会比过人类。我有2个意见给你，第一个我们刚刚提的 AI 的学习迭代速度跟人类的演化速度是指数性差距。我们人类，你就想我们的这一代人类平均智能要到300的时候，要多少个时间点或多少个世代 ？AI 学习不是这样，它是指数性上去的，是越来越快的。所以你现在觉得它是它这样不行不行，你下个礼拜、你下个月再看看。如果你们在做 AI 研究，你就知道这感觉。让我们同学就是我想他们应该很清楚，这个题目以前我们论文1年、2年前决定都 OK， 很 safe。现在不是8个月不行，5个月不行，3个月我要做这个题目，结果原来就结束了，被解决了。这是第一个，你要不是说它没有问题，它没有限制等等这个这个思考方向，而是不要因为你这种想象，你对现在看到的东西影响了你怎么去看待它跟你之间的学习跟创造不要被这种迷失被陷住。第二个是，每次我们都很喜欢讲人类，我说是指的是你嘛，右边这个梗图就是很讽刺，他的意思就是当初就是说这几年前就说，那你这个可能 Robert 这里机器人难道能够做出什么贝多芬型的这个交响曲？他就问说，那你可以吗？就这样，对不对？我每次说那这样啊，但事实上我们不行，我们指的是最优秀的人类在某个领域最顶尖的，但是我们谈的是平均人类，或是在场各位，所以你讲这些意义不太大。思考问题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没有办法帮你很好的去理解 AI 发展跟人类发展之间的关联会是什么。好，先这样。所以这里的结论就是，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学习心态比较开放一点，先不要放掉很多成见，就 AI 是什么，不是什么，它会什么，不会什么，我会什么，不会什么，先把它拿掉。你重新去好好的打破，就是重新打破这门课看起来像是体验课，可你可以把它想象是把你大学的生活重新课程全部打掉，重新思考一次的课程，这样你也许会更有感觉。所谓的这个 AI 科技跟我们未来所谓人机共生会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现在来谈一谈，就是比较实际一点啊。我们这个课程可能大家同学比较关心，但是第一部分我一直觉得，我憋在心里面，就算我今天不讲，我一定有一天还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个感觉非常重要，否则你如果只是为了学分，你如果只是为了工作比较好找，或是真的不必要，真的。其实同学等一下下课，你如果觉得好，当就来弄个学分，你真的可以退选，让其他有兴趣的同学来加钱。我不是很恶意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真的，因为你如果你只是一个需要学分，这样课你会很累，某个意下。但是如果你自己愿意很花的时间，从头我刚刚讲从头打掉，重新去思考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这门课对你会很特别。好，那我们回到这堂课要怎么经营，就是我想大家可能知道课程网站，如果不知道的话，等一下可以分享或助教也可以在讨论区告诉大家，或者库。那我们有东西就慢慢会在我们的课程网站上去更新。那我把我们16周的课把它分成4个 block， 就是大概就是4周为单位。第一周就会是基础的，就我会预设大家没有任何的基础，然后我们试着从大家可能试着让大家比较可以接受的方法，从概念去理解 AI 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
那到第2周之后就会有一个比较进阶的议题，包括最近的发展啊。当然我也不用太担心，我进阶就是说比较晚进的这个延伸跟应用这样。到第3周开始之后，我们就要去强调比较是人文应用的关联啊。那到第4周更主要会 focus 在这个专题制作。好，先跟大家分享课程网站的内容，你就可以大致可以看得到。那作业跟评分的方式是这样，这个学期我们会有8份作业，没有期中考，然后每周有我出的一个加分作业这是一个可选，也可以不做的一个作业。那期末专案的占分比例会是最高的这个就是我待会想跟大家特别强调的这门课，比较重要的是实作体验你们可以是一个早早选组也可以就是大家觉得可能都是很多我知道很多都是同一系的嘛，外文系、中文系、有历史系，可能同学都认识，我们就一直想要做一些东西，但是好像觉得很难。现在就觉得有工具了，然后我们有想法，太好了，赶快开始实做，你会找到你的这个可以发挥的最大发挥的一个地方好，那么我要特别跟大家提到的这门课是这样，我们在第2个就是所谓的第8周、第7周、第8周左右，会有举办一天的所谓的微型工作坊，深度学习基础。我一方面是刚跟大家提到，就是现在是所谓的 media 效应大师，我们会去定期的在台大推这种可以是线上也可以是实体的这个深度学习相关或是 AI 相关的课程。这课程 NVIDIA 公司会免费提供那个算力给大家，就是电脑计算环境，你都可以不用担心。那我会在那个大概第7、8周。会去安排，现在应该是定在4月5号因为刚好那周是清明嘛，反正就是放假，所以我们会选那个周末，就1天的时间来上这个，但这个是不强迫，你不跟课堂无关，只是因为我们在前8周上的东西，如果你之后想要做的专案会比较程式分量或实作分量比较多一点，或者你自己很想要往这个职业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就要再回去有一些比较基础，就是所谓机器学习基础也好深入学习基础也好，想了解更多，我也觉得需要了解更多的时候，这个课这样的至少可以带一个入门所以那好处也是你也可以同时获得 NVIDIA 认证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但是不强迫参加。我在课程的可能过1、2周之后，就会问大家有意愿的，我们安排那个教室跟时间的。好，然后期末专题是这样，这件事对我非常的重要，是在于说，大家修这个课，其实那些零零琐琐的东西，我觉得都还好。以我对各位的理解跟想象，作业这些平常这些比较从累积的学习，你们自己应该都可以好好掌握。对，有些人快一点，有些人慢一点，因为被耽搁，但是他可以很快就赶上，我觉得都还好。可是，一个像这样的课程，如果没有自己做点什么出来，从一个 idea 到实作，你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个就变成知识，我不要你变成知识。变成知识真的是不是你们现在要学的？你只要问以后惯用的 AI， 你就会知道，要问就问，我为什么要背，为什么要记？不需要，你要有一个先学在这边的是，不是学很厉害的专案，而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想法，我想要它变成实际，这个距离有多短，速度有多快，去体验这件事情，这个能力就有想法，用现在工具实做出来，把它变成什么样子，这个能力。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在先不要讲思考上，就是在这个技能这件事情上，你们学的比较这样子，而不是有填补一些什么叫做梯度下降，然后我是不是要去学习这个什么微积分，然后这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在这个门课里面，我更期待大家的是把那个想法跟实作的距离拉短，速度自己感觉到的那个能力。
很快你就会发现，现在工具太好用太多了，缺乏就是你的想象力、组合力，然后怎么把它 orchestrate 在一起。好，然后这个专题所有特别重视，就是包括说，好处是我们会提供大家免费的各种模型的 API 的，就是你们可以它比较进阶的功能，我们会有经费去 support 大家所以这个以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然后我们会开放外界来参加，也会请一些业界或是相关的老师评审。那我们当天会办一个很特别的小型的一个实习媒合，就我请了几间 AI 相关领域的公司，大家很好奇，人文领域的学生他们会做跟 AI 相关的什么吗？大家都想要来看看会怎么回事。那我觉得太好了，你们来看，同时我们安排你们有没有兴趣？我们同学入围之后，暑假要哪时候去你们公司实习？也许有各种可能所以安排这个媒合会，如果大家甚至不是修课同学，线上的同学也好，或者其他你们自己有兴趣，没有在这门课的同学，欢迎到时候一起来参加的。好，那日期大概是定在6月5号。那这个课其实受到很多公司单位的支持的，我就先列在这边。那这门课，我刚刚讲课会有什么特色？我第3点我刚刚讲过了，就是实作体验。你要把那个想象力跟实作之间的那个距离感抓到。然后我要尝试跟大家讲解一些想法的，或是我觉得比较跟其他课程可能比较不一样，是在于说，因为我们毕竟大家是背景相同就是我也预设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数理学习经验，所以我们要着重的重点是在我们怎么样利用 AI 工具来学习，就用 AI 来学 AI，不是用好像老师讲什么，然后你去学习这样一个单角度而已。你自己很快就有一天你就可以用那个 AI 来学习各种知识的时候，这门课其实你就已经满分了，你就可以先提前离开。那第二个是，因为我自己是做语言学，我看待 AI 方式，从它的训练方法也好，表征方法到它的应用，它什么，到处都是语言，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语言的角度，比较人文的角度，去跟他讲说，那它是怎么回事，你可以怎么去活用，从这个知识，语言学的知识去活用 AI 的学习跟应用。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学 AI 到底什么意思？我就举说，先讲个动机好了，你就想说，我们在教学上常就这样，对，老师好像人嘛，老师好温暖，很有温度。可是你有没有试过，你同一个问题应该问他100次，再有耐心的老师应该也不太行，对吧？或者是大学老师每个都好像会讲那专才一样，他教的都听不懂，他不好意思问，直播课又不好意思举手，对不对？那而且老师，你可以把我当小学生就好。你看小学生，我现在是小6，你教我微积分的概念，我看很少有大学老师做得到这个，对吧？要有耐心，你什么问都可以。然后呢，今天你要说你是国中也可以，你今天什么状况，我就跟你讲调整。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用你们现在喜欢的偶像是谁？I don't know，应该不是周杰伦啊。好了，就是周杰伦的语气跟我讲这个题目小讲。这个时代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会想说，我为什么不用那个，还要现在一直在依赖一个传统的老师？看，拜托，今天帮我老师就有点耐心，然后他会不会把我当成是国中生在教深度学习？不用所以连老师就我也是跟你们一起在学习，你抓到这个感觉，你就比较跟上现在教育变革的这个前面的地方。很快就会想会在大学会发生。好，然后这门课的另外特色就是说，我们跟那个 DataCamp 这是一个做资料科学相关领域教学的就是对教育的这个公司我们跟他争取到校园版，所以只要是至少台大的学生我们就可以把你加入他们的那个教学平台，它有太多就是学习资源，包括你想象的。程式语言资料库LLM AI 基本概念Python等等甚至它也有 AI 的家教在里面帮忙，所以
资源都给大家，你自己去好好去运用它。这个语言学角度我先不谈，我就是卖个关子，等到下礼拜之后我再跟大家谈什么叫做语言学角度。先给大家看一看，就是为什么语言那么重要？为什么叫大型语言模型？当你还不知道 AI 是什么，你就一直听到大型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对不对 ？Language。然后为什么大型模型现在可以多模态的，让变成因为那个模型它可能本来不在处理文字文本，怎么语音也可以，怎么也可以看图片，现在连影像，现在连那个网球转播，它都可以直接这样分析现况，到底怎么回事？那跟语言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现在很快，用很快速度跟大家讲，一句话先讲，大型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解释，大就是大，只是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我们这个时代觉得大的，下个时代可能不觉得大，就这样那模型是什么？模型就是用数学方法去描述一个现象或系统，然后它要去能够模拟那个资料生成规则，它就是一个架构一个怎么去 model 的 world， 就是说 OK， 我要去描述一个关心的一个现象，然后能够去模拟，然后生成那个可能找到那个规律，生成那个字。语言呢就复杂了，语言这个就是我甚至连都不敢念，我念你们可能觉得老师你可以把我当小学生来解释就好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几周再大家知道说语言的理解怎么会对于模型那么重要，会对我们现在学习那么重要我举个例子，这个你们可能比较喜欢，我把它叫做这个 AI 时代的应用语言学。就是很多人都说你们现在可能有些人已经大家都会用 ChatGPT 聊天什么，对不对？然后跟你讲说所谓的就是要怎么好好讲话会知道跟模型怎么样问对问题讲对话才会得到相关的知识经验或什么。但是光什么叫做模型讲话的技术跟技巧，就很多语言学的角度可以来帮助你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你也有同时有模型知识比方我举个例子，我们是为什么说，如果你们在做音乐相关，你就也可以去理解说，现在的音乐产制已经有点变成，就像 remix 的想法会变成 rephrase， 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你应该没听过这个 refusion 吗 ？refusion 比较新。我先来给你听一下，这个是我早上做的，给我放。First met, something changed inside my head. Every smile you sent my way made me wanna make you stay. 我如果今天来一个测验，你们听的这是真的，这样真的这个你大概不确定了，那也不过是刚才我还做了好多首歌，等一下，哪一首？我好像是对，这一首就是说。我叫他只是要做一个那个 ballad song， 我们讲芭乐歌、抒情摇滚，然后要什么 about being in love female vocals， 就这样，我什么都没讲，就开始把歌词写完然后一个曲子就做出来，前后3分钟。我们还没有进入细节，包括我们怎么去，你就想说这个歌词不太好，我开始做编辑 replace。然后把这个或添加一些我想法，或者我要从这个方向来，你再帮我这个补充。然后这歌曲也是一样，这个旋律我觉得这边可以再加一点什么声道，你也可以进去。同时你跟他一起做，不是你想要怎么做而已。这个你把它当成自传语言，你音乐的制作好像又变成本来是一个 remix 的东西，你好像又变成一个换句话说。你会觉得有点是，怎么跟语言有点像，跟语言有点密集关联？做音乐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当然你可以跟我 argue 老师，那真的不是做音乐，这个它有它的限制。这个回到我刚谈的，我没有说我一定有顶尖的音乐制作人，绝对是远超过这个程度。但是 what about you？ 你可以这样吗？你要学习做到这件事情，你要花多久的时间？那有意义吗？除非有意义的意思说，你今天想要变成个 top 1%。你就是专注在这上面，我要做到人类最强但你可能不是，
这个只是我的大构想中的一部分，我还有想象力啊，我还想要跟他很多东西结合啊，对不对？就像咖啡杯好，又回到这个，我想要他能够唱歌，这是你该做的，对吧？然后你只要会工具这件事情，就那个 idea 到实作距离越来越近，我就不分享，其实有几首我觉得还不错，我有做中文歌，你们自己我慢慢会跟大家分享这种。好，我们再回到课程，就是对，最后就是奖励程式，对不对？有人问我老师那程式怎么办？我好像大概有看那个问卷，班上我们这个课本来就是不要求有程式基础，那同学可能第一在这边就很想要问，没程式基础，老师你说要实做那怎么办？那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讲怎么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学程式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好，我们休息10分钟。OK。好，那我们就继续开始哦。还可以哈。好，刚刚上一个投影片在讲，我们老师好像很期待我们做专案。然后做专案感觉好像也不是聊聊天啊，组一组就好像做得出来的，也不是不可能啊。在你们要做专案的时候，可用的工具的门槛可能更低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去了解，程式的用意是，程式毕竟是我们跟他向来不是现在向来的很好的沟通的方式。你如果想要做创新的东西，一定会比较在前面的，就是还没被探索、还没被应用和研究的。那个时候，你需要更 natively 跟它互动。在这个意义下，学程式是蛮重要的。从另外角度，如果你要是变成一个 AI 工程师，就像我们同学毕业很多就跑去转职到做这个，那这个程式的基础更要好一点。那话说回来，在这门课，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第一个同学，我们可能之前都没有相关的程式设计基础，或者一点点。然后这门课时间这么短，又要花时间学 AI， 怎么可能还有课堂还有那么多时间在讲程式？就像也能教程式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背景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我也琢磨了快半年，但我觉得最近有一个新的 paradigm 跑出来啊，先跟大家讲一个背景，就是我先分享大一点。有一位这个在 AI 领域很有名的，这个叫 Carmody， 他说在2023年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推特的名言，叫最热门的程式语言是英文。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改变，有一点我们大家觉得，AI 已经可以懂人类语言，sort of， 所以我们教他做事，我们也不要写程式教他做事啊，我就直接跟他讲不就可以了吗？这个讲话不就是我们人的话，它叫自然语言，那最热门的语言可能就自然语言，加上英文，毕竟是这个模型的许多大模型的发源地，这样好了。对，我想它在英文材料上应该比较多一点琢磨，所以就变成是英文。然后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他在今年，也就是前一阵子讲另外一句神句。这个你们 Google 一下，也就变成最近在矽谷圈里面，在程式教里面，大家开始有在讨论一件事情，叫 vibe coding。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它摘简成这样好了，就是你想现在是一个我们跟 AI 一起做事情、一起学事情的这个一个协作的氛围，这些传统不是传统，就是说写程式圈子里面的人，因为 AI 工具进来，他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氛围。这氛围好像就是说，我在写 code， 对不对？那有时候这些，太慢了，我直接叫他帮我写，写完了再回来改。你这里可能错，你自己改一改，然后我这个来，然后我就想到什么，你应该然后用讲一讲，code 结束了。一个状态原来可能要1个月的。可是现在可能不到1天、半天做完，老板不知道，太好了，这时候可以休息了。不知不觉都忘记了程式的存在，这种广告词啊。但是他的感觉就是这样。现在写程式怎么会变到这个境界？好像有点境界了。这个氛围是
我刚才也在写程式嘛，我们其实以前写几百几千行完成一个专案，现在怎么？也许我改了2行，也许我只是这里说那里要怎样，这里怎么样，事情怎么就完成了？这个叫 vibe coding。好，那你可能会想，老师讲的境界大概是那种就是写程式很久的那些就是很资深的、程度很好的 programmer， 对不对？他们因为 AI 工具，让他们突然节省很多时间力气，然后突然到另外一个 level， 没有错。但是你记得我刚刚一开始如果你在听的话，我画了一张图，纹理的那个图有没有？你记得右边的那个图，就是那些就是为了一直要往上面，他本来已经很厉害 ，AI 让他更厉害，让他到别人跟不上。他本来可以做1个月，他现在只要半天他就做了，没错。但是呢，本来有一大堆人，就包括我们以前从学 code 一直到可以大概1年，然后要怎么样，然后写一个专案呢？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成本，最后还要跟各种人砍屁，就是要跟职工砍屁，说你是不是可以花了白做这个专案？很久很累，要证明自己好累。但现在那一块人突然变成，就是应该这样讲了，你一个完全不懂程式的人，你要这个时代变成突然我们在讲，你可能学1年、2年甚至5年才达到那个成就，速度跟时间变。你只要懂一点点，你突然可以做专案，你突然可以做像我们这一代的人要花掉1年、2年、3年，或者是5年的时间才做得到的东西。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吗？所以你先不要排斥程式写作、程式这件事情，因为已经不一样。你甚至如果你不是那一种很想要走，就是我刚刚讲说 AI 工程师那个角度，你现在想要理解怎么样用 AI 工具去学习程式、学习创作的时候，你更可以试看这种感觉。这个感觉我等一下做一个 demo 给你看，因为以后就会我慢慢教大家一些写程式的辅助工具，跟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当然这个例子我也在琢磨，不见得好像没有人敢这样讲，但是因为我们在念语言，大家问大家，很多的外文系对不对？或者很多中文系或者是语言相关的科系的同学。而且不用你们到什么外文系，就是问大家好，你们从小到大，大家都至少学过英文，对不对？你们觉得听说读写这个4个能力是一起发生吗？是并进的吗？恐怕不是吧？你们觉得你们的就是你不是母语者吗？你去学一个外语，你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好了，这样讲，但是在我们教育里面，你觉得最好一开始比较好的能力是什么？听说读写，读嘛，对不对？没错。为什么？你想，先看得懂，因为有时候我不见得，因为写的时候是不小心就写错了，对不对？有文法的问题，看没有？我看懂就是我脑补，我这里看一下，我大概懂。写不一样，你要严格，就像写程式，不小心就错了，然后错了就要去改。听更不要讲，那另外一个认知功能，对不对？我们没有机会常常做这个训练，听也听不来，更不要讲说了，又是另外一个机制。对吧？所以读语言，读一个外语，这恐怕是比较容易在某种机会下先 master 的一个能力。那我想都没有人敢讲这句话。程式语言作为某种语言，那是机器跟人的沟通，我们有没有可能先会读就好了？因为你们大家在想，就或者我们传统的程序教育都是写程式嘛。写code嘛，你一定要写，我完全同意。就是从我们的以前的教育跟经验，你自己不写，你是很难精通或理解那个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是你只会一个读英文的人，你恐怕你说你真的理解到这个语言吗的各种面貌吗？恐怕也不是。可是，在 AI coding 这个脉络，你先不要去担心。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你以前想象的我写错了成就感都没有，然后又要 debug 不会不要不学了。我猜如果你们以前学过程式的同学，在中学或者小学，也许开始都有这种挫折感，对不对？然后老师错就烦又不懂，我又不能像我们自然语言讲错了怎么样？我就是中文母语者我没有什么讲错的问题对不对？我就是可以这样讲。程式不是对错就那么清楚，你就很讨厌。那是你要求被产出正确的东西，可是现在的 AI 脉络，
你可以先体验看看。我试着读懂程式，读懂也不是说真的都懂，哇，每个句法都很清楚，而是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因为你叫他做事，他写一堆程式，那他跟你说啊，你爆出一个错误讯息，你把这个错误讯息再贴回去给他，虽然你也可以这样一直问，有一天都是有 some moment 你就达到对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大概知道是什么，你又把这个 debugging 的那个速度又再拉近。好，你先慢慢感觉这个，所以不要担心写程式到底怎么回事。在这个时代，我们会有新的程式教育跟新的可能在。好，所以因为我现在还没办法用一些厉害的工具告诉大家，但我来试着，如果你们自己有 ChatGPT， 我不知道那个 free 版本也许可以，我们也可以试看看。就是简单一句话，第一句话，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跟你怎么做。我们以前在程式教育里面花很多时间都在 how to code， 所以同学去学 Python， 不管是什么很多课，就是那个例子，比方说我写一个什么数列产生一个什么，就跟我学有关吗？你就会很痛苦，对不对？他举那个例子，没感觉，都是数学的什么啊，觉得不要。很重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程序的清楚的理解。那现在有点颠倒，另外一个 paradigm， 我再强调很多人会攻击我，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学程式，不是，而是学习这件事情开始有很多种不同的路径，看你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一样的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要学一样的 coding 的 learning path。好，那什么叫做 alternative？ 什么叫做适合所谓 humanity 或者是其他非这个电子领域的 coding 的方法？然后我们又可以达到很多成就，产生很多新的应用，带来很多新的想法。你要知道你到底要 code 什么东西，不要太执着。老师，我先去学 Python， 我再来修你的课。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变数了，这样回圈，然后我再来学 AI。时代变了，到那时候真的已经都不一样。你反而要去练习的是，我想做什么？我想要他做什么？然后我试看看，我用讲，或我用一个逻辑的方法让他做看看。我同时学习他的语言，先体验这个。好，我举个例子。等一下哈，我找一个我的，这个在哪里？我看到了哈。我先把这个关掉，放大。你们知道，比方说像 ChatGPT， 它有一个叫做画布功能 Canvas， 也就是说，你们不知道没关系，我就先跟大家讲，以后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去做很多事情。比方说 ，OK， 我说就是画布，然后 Python， 那它就开始建立一个所谓的 Python 的画布，也就是说，你把它当成是一个程式编辑的工具，你可以在上面写文字也好，写程式也好，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了。然后比方说，我说你看，我说请写一个程式用 ASCII 码画一只猫，你们都不知道 ASCII 码没关系啊，用编码方就是编的线。我就是最简单的程式，你写把它画成一只猫，然后它就看写在哪里啊？在这边。然后那我就说，我想让它有尾巴，然后它就再继续填下一只尾巴。然后我现在跟他说，那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可能记录不见，解释一下程式，并且加上中文注解。这个应该是这个 result， 就是一开始不是这样，然后他就把中文注解写出来，然后加的尾巴写在那边，然后我看看，中间假设我故意弄一个，有一个错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错误，我就把它 copy paste 贴上去，说为什么执行的时候有这个错误，他就然后他觉得应该怎么改，好，然后改完之后我再复制贴上，然后就结束了。还有2个方法，我就说用第二种方法好了，然后就改完就结束。然后这个东西呢，也可以在本地端跑，比方说本地端就是说我可以在我自己的，假设我今天想要自己娱乐嘛，不要让 OpenAI 这些公司知道我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对不对？好，我也可以在我的程式界面里面，我一样啊，就是刚刚在画什么，画猫吗？我现在画一只可爱的机器人，他就把程式写完了。那写完之后，我跟他说，我跟他讲什么？我跟你
哦，程式前面加中文注解吗？啊，就发现哦，他在每一行做什么事情，你接着讲。然后重点是在于说啊，这个接下来修改说，如果他2只大耳朵，你要怎么改？哦，他就自己把耳朵在哪里？反正画的不好没关系，不要欺负他。他说那这样机器人就有2个大耳朵了。我说你耳朵画歪了，你可以重新画一个。哦，那就重新画一个。那好像算是耳朵了，他想象的已经是他努力。这个程式其实会写程式，觉得非常简单，真的才几行4、5行。可是你都不会程式，你就可以教他做事情。我现在 demo 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你可以教，就是我想要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你帮我写一个什么？你想象，你跟或者前阵那个什么在 demo，Grok 的 demo， 就是俄罗斯方块加上其他的一个游戏，一个很创意的游戏，你就要想办法去生出来，把程式写好。写作我自己我告诉你哪里错，你再重新想一想，回去改，常常变成你是家教一样的，整件事情自己不知道怎么 coding， 但是你一直跟他讲是错了，你回去好好改，你再想办法，你那个弄错了，你再回去改，就去弄完。而这件事情。就算这么简单的程式，或写成你要知道注释怎么写，然后你要知道function怎么定义，然后怎么执行。光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花掉2、3个礼拜的时间，在以前的程式教育课。而现在，你好像如果这个环境工具会用的时候，啪，你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氛围，学习使用程式的氛围，跟创造应用的氛围，可以吗？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今天没有时间，那我就继续在那边再看你们要让它长出2只脚或3只脚，他就继续学。但是那个概念就是这样。好，我再回去。等一下哈，这个我想都很快大家就会知道怎么使用啊。那个其实是很有趣，会让以前觉得很困难的东西就变得很好玩。好，到这边算是把我们课程的接下来进行的方式，我们的想法、期待跟大家交代。那今天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毕竟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我今天还是先谈一点点就好。所谓的 AI， 我们在谈的 AI 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到下个礼拜就会先谈一个很基础的原理，当然大家不要担心，我就尽量用一个方式让大家了解，因为你如果只是单纯在一直使用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误解，你也不知道它的能耐在哪里你还是要有一个基础的原理的了解。那从一个比较高一点的高度再看说 AI 到底什么来个技术入门。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AI， 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慢慢收敛的，我们在谈什么 AI 就是当这个分类是也相对主观，只是大家可能这个社群也许有慢慢一个共识说，我们现在看的 AI 呢，大概是从左边这个 ANI 就比较intelligence 稍微弱一点的，往中间这个叫 AGI 的方向前进。那这个有朝一日它变成 super intelligent 的时候，就是说它的智力超过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它比我们的聪明的时候的那个 AI， 这个逻辑上合理嘛，对不对？一个比你聪明的，你怎么知道他比你聪明？就是他已经超过你的能力了。所以讲到这个我分享一个好玩的阴谋论，当课堂好玩的事情，就是逻辑上我们是不是不太可能人类可以有本事创造出比自己还要聪明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可以，你早就把自己变成那样子，对吧？那万一我们创造出一个比人类聪明的，就你不知道他什么，就是他智能已经高过你，就像我们在看蚂蚁的时候，那整件事情会很奇怪，是不是？其实就是那个高智的东西从头到尾就是叫我们把它产生出来，不是我们在做的 AI， 是 AI 早就一个布局，让你慢慢发现我，慢慢把我创造出来。好，这个是 AI 阴谋论，很可爱，各种 AI 的这个讨论很有趣。好，回到这个正题。那我们现在处在的就是所谓的比较是第一个阶段，一直要往中间那个脉络。那中间就很多种，像各种 CEO 不同的判断预测。有人是最快的 OpenAI 可能今年应该就会发生。它所谓的 AGI 就是这样，简单讲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都达到人类的顶尖的程度。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奥赛制造金牌的，
数要金牌，那我们在做那个鱼啊，有点金牌了，什么都金牌了，什么都能力都在那个指标上是在人类的顶尖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是一个 AGI 的时代啊，就跟人类一样，最厉害的人类一样啊。那这个时代哪时候会来？你就各种评估。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最晚的也大概是2030，5年后5年后你可以想象吗？你可能毕业没多久，或甚至你才在念研究所，那个时候的 AI 已经超过你在每一个知识领域上的那个能力。你有没有想这件事情是蛮可以想象的，对吧？好，不是要吓大家，是你要知道这个时代背景，你才可以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然后我要跟大家提的这件事情就是，所以 AI 大家很多人比较不了解，觉得 AI 跟机器人有关啊 ，AI 跟数位分身啊，我看到各种这个 avatar 有关，其实那些都是外壳啊。我们现在谈的 AI 是在谈那个软体、那个系统、那个 intelligent system 啊。那至于它，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在这个领域也是研究速度很快，然后刚好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很可怕。就不是很不要讲可怕，就会蛮特别的一个社会场景，就是一个 intelligent 的我们想象的那个 robot 啊，这件事情我想也很快发生。也许我们到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一次机器人来跟大家玩一玩，对不对？回到生成式 AI 这门课的标题，那为什么有叫生成式呢？刚好我不是讲说有这个什么比较 narrow 的，然后有到 AGI， 有到 ASI， 你先可以把它这样想象，就是这是一个在迈向 AGI 过程中一个比较特别形式的 AI， 因为它的训练的方法跟它的特质在于说，它可以学并且生成，它可以从数据里面去学习模型、学习模式，然后能够自动生成你要的东西。这样的能力，我们就会有一个通用的说法，叫它 generative AI 啊。那为什么生成 AI 就是好像是我们讲这门课的主要的 focus？ 比方说，我们可能不去研究下棋的啊，虽然生成 AI 现在可能也可以下某种棋，但我们不会去特别去钻研特定领域的 AI， 就在于生成 AI。一方面，它跟语言相关的任务息息相关；二方面，它跟人文领域太密切结合。好，所以我们这门课就会去谈这个所谓的生成 AI 的原理跟应用。那它又有一个别称，就刚刚讲的叫大型语言模型 LLM 啊。好。可是我现在就很快的提一个现在的趋势，就是你们就我们可能一般接触会比较想象说 AI 是单数的，对不对 ？ChatGPT 一个在那里任我使唤这样子，但是现在的 AI 的想法是叫做就是复数的概念，是一个 agentic， 就是很多个 AI 可以一起做事情的。然后现在的所谓的输入嘛，我们说 any to any，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你现在 ChatGPT。你如果常用的文本，就文字一定会，语音可能也会用，跟他讲话，对不对？但现在的 AI 已经不止这样，你可以给他，这就是各位的想象力。你可以给他什么？你希望他变成什么？比方说，给他一段文字，请你生成一个旋律；给他一个影片，请你生成他的这个标题；给他前阵也比较酷一点，就给他一段文字，他生成一只小机器人。就中间还听过3D 列印等等，就是 any to any 的意思是这样，是在于你自己的想象力，你想要什么，它可以帮你什么。然后这只是，比方说比较擅长的某种 AI， 我们叫 agent， 它在做这个；另外一个擅长可能在做这个。可是你的想法可能是我有很多想象力，我把它整个结合起来，管理好这是 AI 大军，然后不要什么都叫一个 AI 去做，而是你可以做这完做给他。他比较厉害做这个，然后在整个这个 AI 特别会批评，你就给他去批评一下，你真的这整件事情是现在的 AI 学习很热门的那个运作方式。好，这个我们在比较进阶那个议题的时候跟大家提这个，这跟大家的专题会也很有关联。但先回到一开始，如果大家还没有那么多的概念的时候，先学怎么跟你所一个面对一个 AI 的一个互动方式，跟它的原理是什么就好啊。好，所以学习的方法我觉得很简单啊，就我们先把它列成这样，这是先可以试着去使用一些
所谓就是当前你叫收它 state of the art 的一个 model， 就有一个感觉说现在 AI 的成就大概到哪里。然后我希望大家我们会尽量去理解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又回到老话，我知道很多同学，因为我们的背景类似啊，同学感觉我又没有修过微积分线性代数啊，老师你要叫我这个做什么这个推导啊，或者这些最优化我都听不懂。这个时代又回到了，你以后你就会发现，基本上至少在我们大学这个 level， 或者我们现在这个脉络，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你只是你要不要，你有没有那个脑筋，你用 AI 让你学会而已。我就说，你可以教啊，你不信，你们可以试看看。梯度下降，你可能让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就大家说，请解释梯度下降，把我当成小学6年级学生。那一段描述我保证你一定懂。懂了之后，你可能当有些人就会自满啊，我就了解梯度下降没有。你如果想要再更了解，再回去看一看那个公式是什么，数学道理是什么，还是看不懂啊，再回来问他，把这个式子丢给他。我是小学生，可是我很想了解那个公式到底是什么，你试着帮我解释看看。解释半天还是不懂，现在是你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你再来想，那如果要弄这个要懂的话，你建议我去先懂什么东西？或者你会这样我好累哦，跟你互动我还是不懂，你先弄个梯度下降的游戏给我看。哦，看看又有信心了，又觉得好玩了，继续再学。这个过程没有那么懂，没有什么借口说啊，数学啊，我都不想数学才来念文组，那你就不是我刚刚提的，就会我是比较担心的那群人，因为你偏见很多。然后，那你在这个时代，你就会发现处处都卡到了，因为有些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我就是想要学什么，他现在一个工具那么厉害，太好，我就好好学习它。因为我突然学会，我都忘记我本来是文组生，我忘记我没有学过微积分。这个就是 vibe learning， 我把它变成从 coding 到 learning 的那种感觉。你先放掉那个，加上你原来的训练跟兴趣，你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跑出来啊！那个东西太有价值了，那个是你作为一个文组生。在这个时代最闪亮的特质啊！我讲的好像很文青，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是文组生嘛，我不想要把它讲的时候，我们在文组在学这个程式啊，或者就是那叫简单叫文组生，不是，完全不是。好 ，OK， 然后最后练习专案的一定要做，你没有做专案，你没有那个感觉，你也没办法体会我刚刚讲的那个想法。我好多想法，没有人可以限制我。以前的想象力就会被工具限制，还包括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去拜托什么志工帮我实做，我怎么不用了，我自己来了，对不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培养这种感觉，做那个专案，我非常的期待。好 ，OK， 然后就是要回到那个，你就记得这个卡通也好，当你的朋友，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好像是很对立的。我以怎么样的，他就是进来你就把他想现在就是我的免费家教，天下没有什么想学不会的道理。好，剩下一点时间我来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有请大家先至少都有 ChatGPT 的账号吗？有吗？或是有没有？好吧，我就先不问你们，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的账号，我建议你申请一个。那 Google 的那个 Gemini 那个模型也可以申请。那我们慢慢的在第一个前4周，大概会以这种大型的模型，我之后会用一个比较小参数的教大家那个原理。但是前面4周大概会很依赖这些，就是这些 state of the art 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先熟悉一下，你可以利用它做什么事情。一般的坊间的课大概就讲这个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我现在就预设，可能很多同学甚至连跟他互动经验都没有，不知道怎么跟他互动，那你就试看看。反正现在的 free 的版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第一个。那我举个例子好了，你看一下这个好了，这就是你们热心认真的同学帮忙做助教之前丢一个课前问卷有没有？然后我分享给你看。
在学习让他怎么样让我减低我的工作分量。这是第一个，我不要各自关系，所以我不分享连接了，因为有你们的姓名什么。但是他在做的事情，我叫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我有你们的问卷资料，我说你帮我做分析，便列出程式码。第一个，各个科系的修课人数分布，请用图表方式呈现。第二个，同学们修课的动机，你要从课堂中学到什么，综合把它摘要起来，然后用列点的方式把它呈现。我连看都不想看你们写，对不起，我就请他，我直接这样子做比较快。但有一个，这个就是我说你要了解程式，这个就是目前的程式是，比方 ChatGPT 它在处理这个图表的时候，因为它可能用那个背后的一个 library 是不太支援中文字型，所以你要跟他把中文字型丢给他，所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图表里面有一个漂亮的中文字型在。好，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写，好，这个我就让你们看做出图表。这个就是我们外文系4年级的同学修课比较多，是你们快要毕业的关系吗？还是要修学分？我不知道，但是好，那你看这个原因就开始讲一个，我把它刚刚就是贴在这里摘要。这个以下为想要了解人文领域应该差不多嘛哈，反正你们写的应该可能有1、2个写说想要看谢老师，但是那些资料太少，所以不摘要。对，但基本上就这样。但你像这件事情，我以前就算程式很熟练，要花给我就是要分几分钟上传写我现在不过讲2句话而已，然后做完就把它贴过来，连我老师在准备投影片都好轻松。为什么不利用呢？你还在那边我要然后人家已经做完了，人家不知道哪里去了，对吧？就是要有那种感觉啊！这是我先把我们刚刚讲 ChatGPT 的使用的一个很 ad hoc 例子啊，这个是这个你们最近是新闻被那个 DeepSeek 弄到也很烦哦，就是我下一次再聊这个啊。不过就是就在昨天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X， 你们知道吗？啊，他们丢了一个新的模型，号称地表最聪明的 Grok 3。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整理跟那个，但我们下堂课应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至少它的这个，就像刚刚讲这个 DeepSeek 跟这个 Grok， 他们都已经有就是 Web 的版本可以让你体验一下，所以你就可以把它 bookmark 起来去玩看看。好，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每周都有这样跟作业，所以很简单，你们待会就可以做完了。我的用意就是让大家可以加分，不是啊，用意上这一周的用意是让大家，如果你真的也不熟悉的，你可以先去试看看。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请大家你随便选一个模型，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都有免费的版本，就你在 Web 上都可以用。你只是去用它来设计你的程式学习。那我给大家提示是这样，我们还没开始教 prompting strategy， 但一个完全没有什么提示，或是没有线索，或是条理或背景的问法，当然会得到一个答案，但比较不会是你的需要，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不一样，对不对？你可能说，我是一个曾经修过 Python 课的同学，我修了1个学期，你可以多讲一点。现在那个视窗应该越拉越大，然后你也可以讲说，我想要在8个礼拜内密集的学到一些 Python 的基础的东西，然后后面挂号说这是授课老师谢淑凯强迫我做的，看他怎样，他可能会建议你要怎么样跟我讲话。然后你也可以去想说，我完全没有程式基础，我就是一个小学生，我这是一个小6生，我想学 Python， 在8个礼拜之内基础的 Python， 而且是可以拿来用 AI 发展或者以后做专栏用，他有什么安排？你可以跟他多轮对话，没有关系的，各种自己想象，然后你会得到一个 plan， 就说最后把这个档案呢存成，把这个建议或是一个规划存成一个档案就好，它就会存成一个不管是文字档或者 Word 档，你再把它上传到本周的作业就好，有没有够简单啊？对，但是你去想想，它是为了你，因为程式就像待会助教要谈的，怎么教程式作业，我们这个学期要怎么样？
教程式这件事情时间很短，一定是你自己的功，你自己要想办法，在这个工具的协助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到你要就刚刚好就好，有一个刚刚好的程式知识就好，啊，可以吗？所以请大家这是这个礼拜的加分作业。好，那我的部分应该是到这边了。待会我们4点10分之后，再请我们的助教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学期的那个程式缴交的方式。好，到目前我们还有3分钟来留给大家现场的同学或者是可能线上的同学他们的问题。是吗？哦，你们写在 NQ 库。好，你们想一想，我现在先看一下 NQ 库。课程之印象写跨校抢，意思是外校作品也会在这的。哦 ，OK， 第一个问题是，我想是线上同学问，这是好问题，我刚刚没特别提。欢迎校外的非台大的同学一起参战。当然，我们在第17周的时候会有第1轮的选拔，就是对不起，第15周，16周是我们最后的展演。15周呢，我们会让每一组可能只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做 pitch， 然后我们会选不好，因为实在时间太有限，所以我们会选一定组别的同学到最后1周去做公开的展演，但每一组都要报告就对。然后欢迎各校的同学，如果你想要参加这个选拔跟展演可以透过协同教师再跟我联络这个是没问题。第2个是老师有提到会提供学生进阶付费免费生，外校生也被包含在内吗？我们评估看看那个经费的使用状况，因为经费是有限所以因为毕竟这件事我现在没有办法跟线上同学保证但是希望如果最后大家做专案就需要这种经费支持的时候，我们希望都能够支持，但是目前不敢讲那第3个是，既然英文在沟通上是优势，那老师会建议我们用英文跟他沟通还是应该维持中文？长远看也是提升他的中文能力。这个问题也很好。这个问题语言的问题，我们应该会在某一周再比较细的去谈它。的确，在这几年的发展，有一些研究看到了这个语言的偏差跟偏见的问题。偏差就是说，同样一个问题，假设你用缅甸文去问他，跟用英文去问他，你用英文得到的答案的品质会比较好。那这个当然跟模型怎么训练、怎么调教有关系甚至也有这个我们细节不谈。不过以模型的目前的发展，就是英文跟中文的差距可能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大的这是第一个，我现在简单回答。那如果你的英文够好，我觉得用英文去下指令，就 why not？ 或者你把中文交换成英文，再把这个英文丢去问他，产生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那对，大概是这样子。好，对啊，这个很好的问题，你们怎么都不问？因为我一直强调问，我们很重视，包括文学院都很重视这个专案的呈现。那我现在规划就是这样子，就像刚刚跟大家提的，我们在一起创造，所以没有题材的限制，没有那个呈现方式的限制。不要想说所谓的专案报告，就像大家想要专案报告什么我做 PowerPoint 对不对？或是什么用 AI 的什么 whatever 就自动产生一个 PowerPoint， 然后讲一讲，这样就结束了。你可以放掉这种，除非这个是一个最清楚的方法，你也可以不用这样子。假设你今天是真的去做了一个
我刚刚讲了智能咖啡机，老师我做了一个咖啡机，他会跟你讲 “hello”，翻译成把这个中文翻译成缅甸文，好啊，你就用这个来做 presentation， 这也可以啊 ，Why not？ 或你今天老师我做了一个 MV， 我们破梗，我们其实助教，然后我们期末也会做一个 MV， 我就做一个 MV 啊，我就有各种方法，你可以把方法写在报告里面，但是你 present 的时候，我放在影片给你看，这也可以啊。这是我们很人文组同学的强项，对不对？没有限制，可以吗？这是第一个啊。然后他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我们会在第7周有一个简短的时间给每一组的同学来做个 pitch， 然后我们选了几组，我们希望越选越多越好，然后在最后一周有一个公开的展演，然后展演完之后，每一组的同学都要把比较详细的做这个 project 的说明报告啊、使用就是这些 report， 在隔1周之前上传交给我，我们课程就结束，这样可以吗？所以关于第7周，它是有选择这些 pitch， 那代表着说，并不是每个同学都会参加到展演这件事情。每个同学都要参加展演，但是每个同学不是每个同学都要上台报告，因为我会请大家要写意见评分，它也是我们内容的就是课程的一部分。对，然后还有那个期末专案，希望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第7周是有一个就是 proposal 的一个 pitch 这样。对。那希望如果是到第15周、16周，希望可以做到哪个境界这样子？就如果没有做到当初说好的那样子，哦，你就说17周好像很会 pitch， 然后把我们大家都骗了，然后18周还没做完，好问题啊！这个是考验我们助教跟老师的能力，我们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们在台湾应该是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是要问那个问题，OK， 这样回 OK， 就是没有什么限制，形式上、内容上，你就不要害我就好了，就变成公开展演，然后我们弄了很多18禁，然后谢老师被黑掉就好了，可以吗 ？OK， 哎，请说。哦，好，谢谢。这个我刚刚也是漏讲。我刚刚提到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前8周主要就是概念吸收、程式学习，对不对？然后在第7第8周的那就第7周周末嘛，我们会有一个额外出去的一个比较基础的机器学习相关的知识的介绍跟练习。那么从那一周开始，第一个我刚刚好像漏讲，就是你有参加那个并且得到证书啊，基本上应该都会得到，因为你写的作业改的人应该是我，所以不要担心。你通过那个，我们就会让你们那个组别可以安排，要么是助教，要么是业者的专案辅导。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有联络几间公司，他们愿意从第13周或甚至早一点点，就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聊一聊，也许可以做一点他们想要做的东西，或者是可以听听他们的经验，可以线上或实体都没有问题，让他们来帮忙带你们做这个专案，他们应该很开心。那你也可以，如果觉得想要在学校学习，我们可以尽量安排助教的时间，包括我去跟大家聊聊你们专案怎么去在剩下时间比较完成，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下所需要的呈现技术啊，或什么，可能也许在后来的周次去做一些安排，看大家的需要。因为我猜，虽然我们都是文学院、台大文学院学生，但是每个人的兴趣可能会差非常多，对不对？我刚刚讲做个 MV， 它跟做一个历史的数位什么样的专案，涉及很多不同的专业领域。那可能不是我们每位助教能够处理，那我就需要先知道大家想要做什么，我们再找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来支持大家。好 ，OK。就是4月5号的那个 workshop 是参不参加会影响？不会4月5号纯粹是一个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资源，你想要更深刻理解一点深度学习的基础，如果你自己已经 OK， 那没有问题。好，再请说。
Yes， 好，我知道，这样好了哈，因为我陆陆续续都在回答同学 email， 在讨论这种这样蛮关心这件事情。但是第一个，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座位已经坐满了，剩下3个座位，然后后面对，后面的同学都要坐地上，所以他的名额就限制是100人所以我们原则上已经没有加签的空间，除非就是这一周同学退选，那可能下一周有那个名额，那你再来，我们就会看看可不可以给你授权码。我目前只能这样决定，很抱歉，因为对啊，我们没办法处理掉那么多的人，这个教室也是请见谅。然后想加签的同学，然后旁听的同学其实不需要啦，因为我们就说我们礼拜天嘛，或者是我们会把这个影片丢在 YouTube 公开播映，所以其实不见得要这么直播，这么感觉到我们在场的氛围。所以你自己想要听课的话，网络资源都有，所以我会这样建议。好，那当然也是替很有心想要参与这个课堂的同学说话，就是鼓励大家退选。就是如果我们刚刚在提到这些东西，你好像没什么感觉，我不太认同，有点担心，我不知道真的不要勉强自己，真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你们大概很少机会，我猜是第一次。我们文学院学生这样，全部都是文学学生没有人不是真的。这个机会是个很难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大家讲同样的话，对，比较不会觉得各种问题，是一个很特别的学习经验。可是就是毕竟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好像是跟科技比较相关的课程，所以很多同学有可能有不同种类的恐惧跟想法，你觉得很担心专案做不出来或者怎样，就不要勉强自己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种这种 AI 相关的课程，不管线上或校园内校园外就不要担心。而且你想学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影片上学习，所以如果你花不出这个时间去面对这个事情可以考虑对，因为他要学我会觉得这门课叫什么？你们用语叫甜度正常但是重点是在你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一定要花时间，你没有别的，就这样。虽然看起来像体验课、导论课，但因为是太导论了，对你们是很新的东西，那你去花时间，值得目前没有程式基础，老师会推荐先去了解哪方面资讯对课程比较有用，然后NVIDIA很感兴趣，但无程式基础这样的。好，第一个问题是说，大家可能会担心，那我要怎么学程式？特别是尽管刚刚讲的 AI 已经很好的家教了，你怎么用它，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没关系，这个部分我们会慢慢传递给大家，让大家怎么使用，让它变成你的家教一样。但是在与此同时，有一个比较传统的，就是传统的学习方法，就是去看程式教学课，然后跟着做习题，所以我们才会提供那个 data camp 给大家。那至于 data camp，可能外校的同学要个别请协同老师把名单给我，因为我们那个公司给我们的名额恐怕也有限，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你们老师讲，然后把名单给我，我们就把你加到那个 data camp 里面的账号，你就可以自己去找适合的课程，还有各种不同等级，还可以累积分数，让你有成就感的各种学习方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那个 NVIDIA， 没有程式基础，我觉得没有办法参加那个 NVIDIA 的深度学习工作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我把它排在其中，接近其中，然后让大家有兴趣的赶快把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程式基础先打起来。虽然那个程式作业在那个工作坊里面不是那种就是写 code， 比较像是改 code、读 code， 但是你没有那个基础概念，恐怕学不多。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还是要有一点程式基础。好，最后一个问题，老师注意到，期末专案是我应尽规定要以小组为单位，
还是也能接受独立工作？等一下，这个问题，请问是线上实体的同学问的吗？那个庭轩在这里吗？啊，是你们哈。如果是线上的同学，因为我们就没有权利是各校的老师自行决定。如果是我们自己实体上课台大的同学，专案可不可以一个人做？我的原则是都可以，但是请你来说服我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团队工作，有不同的考量啊。第一个是我希望大家一起学习嘛，一起成长，那种感觉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学习方式。那再者，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怕我们100个人，如果假设就是有一半人都要个别去做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个啊。所以来鼓励大家用一个团队合作方式。但是我也知道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考量，但是你再跟我说就好了啊，这是没有问题。好，谢谢。OK。那我们时间我多用了几分，那这样好，我们休息5分钟，等一下请助教跟大家解释那个作业事情。好如果各位还有其他问题，就反正在讨论区都写上去，我们会再回答大家。可以吗？好，谢谢大家，我们休息5分钟，20分开始。那我把 Slides 有公开连接在 NQ4 的课程内容上面，就是在老师的 Slides 底下，现在应该是打开的，大家可以直接连到这个 Google Slides 上面。好，那首先欢迎大家受这堂课，我是这堂课的助教之一，我叫聘儿。然后刚刚我看到课程名单有蛮多人是有修过谢老师的课，所以应该对我们这群助教不是很陌生。好，那我今天主要会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GitHub， 因为好像有蛮多同学是第一次办账号，然后不太熟悉 GitHub。因为我们的作业缴交跟接受方式都是透过 GitHub 的 Classroom 缴交的，所以大家可能要先熟悉它的运作，然后再来是一些跟课程进行方式以及 Office Hour 有关的事项。好，所以趁大家现在还比较清醒一点，我们来介绍一下 GitHub。GitHub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点到链接里面，你可以登入你自己的账号，那你应该会看到像这样的界面，就是中间是一些它推荐给你，像你的 Twitter 上面它会推荐给你一些现在在 trending 的 repo， 然后左边是你的 ID 以及你拥有的 repo。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线上的平台。可以让你存放各式各样的专案，或者是你有一些跟比较多程式相关的 script 会放在 GitHub 上面，然后它就像是一个 Google 的云端硬碟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共用一个 repo， 或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操作追踪它的历史版本以及你这个档案变更的不同记录。那我刚刚略过了一句话没有讲，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讲下去，我这节课就不用讲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跳过这部分。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GitHub 的核心概念。我刚刚讲的 repo 其实就是储存库，然后再来第二个核心概念是版本控制，那第三个是多人协作。储存库是什么呢？就像是你的云端资料夹一样，里面可以放你各式各样的文件啊、笔记、图片以及不同的档案，像我们写程式可能会有 PY 档或者是 JSON 档这样子的内容。那好，这是我的，对不起。所以如果你点进你的个人的 repo 的话，旁边就会列着你自己有的专案，所以每一个就像是你的云端资料夹一样，它自己独立一个专案，里面会有它属于它的档案，所以每一个专案都是独立的。然后它会记录不同专案里面有哪些档案，什么时候变更过，以及它变更的历史。好，那它一样跟 Google 云端硬碟一样，可以设成是公开的 public 或者是私人的 private， 所以你可以授权给部分的人看见这个 repo， 让他们有权限管理，或者是你可以设成完全公开，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些专案。好，第
第二个，我们用 GitHub 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会记录你每一次修改的动作，让你可以看到历史版本。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有改哪些地方，你是什么时候改的，什么时候推上 GitHub 的，我们都可以看到。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做错的东西，你也可以回复到上一个版本。好，比如说这是我其中一个专案，它是就是一个资料夹这样，然后里面还有小的子资料夹以及像 MD 档或 JSON 档。那右上角这边呢，这边有27个，就是表示我更新了27次，然后它总共有27个版本在这个专案里面。然后中间这几个呢，比如说这几个它长得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是我在不同版本更新的时候，我给自己看的留下来的备注讯息，就是我在这个版本做了什么事情，这是给自己看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他们的备注讯息是一样的，表示他们其实是在同一次版本被修改的，所以他们的备注讯息就会一样。好，这是简单介绍。如果大家之后在写作业，在 push 到 GitHub 上面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条列式，那这就是小小的简介一下。那最上面这个地方，它会记录的是你最新版本的备注讯息以及它的更新时间。那因为这个是2年前的，所以它只会显示2年前。如果你是可能15分钟前更新的，它就会显示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可能15分钟或是30秒前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多人协作，就是大家在期末做专案的时候，也可以利用 GitHub 来储存你们比较多的可能像脚本或是档案资料，因为它不会，对不起，好，对，老师刚刚都没有问问题，但是我会问。好，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同时编辑这个文件，但是又不会彼此覆盖。如果大家有用 Google Doc 或是 PPT Google Slides 共编的话，如果 A 改了这一行 ，B 会实时看到它改变嘛。所以如果 B 在对这一行字做操作的话，它会直接把 A 的东西覆盖掉。那 GitHub 的好处是，因为我们都会把档案下载到你自己的电脑里面更新，所以你做的更新是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那你做完更新要怎么推到云端，又不会跟其他人覆盖，我们等一下再讲 GitHub 的操作的时候会再细讲。总之，它是一个很适合多人协作，让你们可以同时对同一个专案进行工作，但是又不会覆盖到彼此的变更内容。好，所以刚刚讲了3个 GitHub 的核心概念，我要随便找一个同学来问问看哦。所以储存库、版本控制、作业系统、多人协作、文字编辑里面有3个是正确答案。好，随便找一个。这个同学名字看起来很酷，是张方熙吗？好，那刚刚这一题哪3个？你跟我讲 A、B、C、D、E 就好了。哪3个是 GitHub 的核心概念？A 储存库，然后 repo 嘛，然后 B 是版本控制，就是储存不同历史的，然后 D 是多人协作，给大家可以同时编辑同一个专案。好，那如果我们要变更 report 里面的档案，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做一个专案，我们要怎么开始修改它？这部分会有一点点小需要理解它的概念。好。我们第一次想变更的时候，假设我们今天在云端有一个专案了，在 GitHub 上有个专案了，我们第一次想要做操作的时候，我们会先把它空下来，然后做修改，然后再经过后面3个动作。但是你之后想要修改它，你要用的是破，然后去变更档案。好，我们要一个一个讲。所以首先你的 GitHub 网页上面那个东西叫远端。我们就叫它远端，所以你在你的云端硬碟上面也是远端嘛，然后你自己的电脑就叫本地端，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从远端控你的 repo 到你的电脑上面，在你的电脑上面进行档案修改。那控这个操作其实就是把远端的 repo 完整一个副本下载到本地端，比如说你直接从 Google 云端硬碟下载一个资料夹。这个概念。
好，你下载完了之后，在你的本地端进行修改。为什么不在 GitHub 上面直接改？因为如果你刚刚有发现的话 ，GitHub 的右上角其实是有一个像铅笔的符号，那个东西就是 Edit， 它是可以直接修改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在网页上修改就好呢？虽然 GitHub 它是允许我们，就是它有提供给我们这个功能，但其实这个功能比较适合一些小修改，比如说你今天很确定你只要改1-2行程式码，它只是一个小 typo， 或者是你今天只是要改你这个 repo 的简介，也就是所谓的 readme 的文件。因为它的线上编辑器它没有提供很完整的工具，包含我们想要执行程式的环境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要 debug 的时候，它有些除错的工具，它是线上编辑器是没有提供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比较习惯会是把它控到你自己的电脑上面。那你的电脑可能会有安装好 Python， 或是你直接有 VS Code，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编辑。好。那一样，我刚刚讲的，只要控第一次就好，所以你只要下载第一次，把那个副本存到你的电脑端，只要控一次就好了。那控到本地端之后，我们要干嘛呢？要做的事情是就是养成习惯，我们下载最新版本的内容。那这是在你第2次、第3次操作，尤其是在你跟其他人一起编辑这个 repo 的时候，因为你不确定其他人什么时候推了一个新的版本上去，所以你在你自己更新的时候，你要一直拉新的版本下来，确保你电脑里面的版本跟远端的版本是相同的内容，所以他们2个都是最新版本，你要用破这个动作去操作。好，假设我今天只是改了其中一个文件档的档名，然后我就要直接推到云端上，让它变成最新版本。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要做的事情是用 app 先存到一个叫暂存区的地方。那暂存区还不是云端哦，它就是在你电脑某个神秘的位置，它就是叫暂存区。所以你做了 add 之后，你要做的事情是 commit， 就像是我们在电脑上你用 Word 修改文件之后你会存档一样。那 commit 就像是你已经确定了这个变更，我之后会把它推到云端，所以先按一个存档，但是它一样还没有上传到远端，它还是在你的电脑里面。那你最后要推到远端的时候，你就是用 push 这个操作，它有点像是你今天在电脑端改完档案之后，你直接手动用拉的上传到 Google 云端硬碟一样，所以这样你就完成了一个，就是从远端拉一个新版本，你自己进行变更之后，再把新版本、更新的版本推到云端这个操作。好，所以这一圈就是你在用 GitHub 的时候比较常会用到的概念。好，就是这4个。好，大家花10秒看一下，因为下一页又有问答了。10秒会太长吗？好，好，我按下一页哦。好，所以下面这6个里面哪2个不是我刚刚讲 GitHub 会用到的核心操作？又要随机找一个同学问。对啊，怎么会那么细？那元所的，那私隐今天有来吗？好，哪2个不是 GitHub 会用到的核心操作？对 ，compile 跟 run 我们刚刚会用到的是上面这4个，所以其实如果要类比 Google 云端硬碟的概念的话 ，GitHub 的 repo 就像是 Google 的云端资料夹。那 clone 就是你把那个资料夹下载到本地端，那 commit 就是存档还没有同步到云端，那 push 就是上传那个资料夹 ，pull 就是下载最新版本资料夹，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这样的概念就好。好，今天的知识结束了，我们就没有新的知识，我们就要开始讲交作业的方式。好，那交作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因为像我线上看的同学们，交作业是只有台大学生这样交。就是其他学校的学生要怎么交作业呢？你们会在不是 NTU Core 另外一个课程网，比较像正常网页的那个课程网上面，我们会把作业的 collab 连结贴到上面。那
线上上课的同学们就可以复制一个副本到你自己的云端硬碟写作业，然后依照你们课程老师的安排去交作业。那在场的台大学生呢，怎么写作业？第一个我们会把连结直接寄到大家的学校信箱，然后你只要按连结会跳转到 GitHub 接受这个作业，它会帮你新增一个 report， 然后你就打开它写它就好了。好，那因为怕太模糊，所以我完完整整教大家做一次。所以首先你要在你的学校信箱接收这个连结，你会收到像这样的信，大概就这样，我等一下会寄给大家。好，你要按它，真的有人会不按，很离谱，但是会有。好，然后它会带着你跳转到 GitHub 的网页，它会直接讲这样。你会直接看到这样的界面。那前面这个 tag 是我给这个作业的名字，所以之后可能会是 week 2或是 week 3这样子的名字。然后右边这个是你的 ID， 所以你没有看到 CCKK2913正常，因为这是我的。好，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按它，然后它会直接帮你新增，所以你其实不需要自己去新增一个新的 repo， 不需要直接接受它，它就会帮你新增，大概会需要长一点，可能10秒左右的时间，然后它就会显示这个画面，就看你的网路，快一点的话，可能大概按下去之后它就会显示了。所以下面这个连结就会是你专属的写作业 repo， 没有人看得到，就是只有你跟助教看得到而已，它就会存在你的那一端，你的云端硬碟上面，然后你就按它，然后你就可以打开那个 repo， 你就会看到像这样的画面。那可以看到的是它最上面就是你这个写作业 repo 的名字，那下礼拜的功课可能就会是 week 2， 然后后面接着你的 GitHub 的账号。那中间这个地方，我们之后会放作业题目在这里。如果它可能是 MD 档或者是 Python notebook 的话，我们都会把它放在这里。所以你一打开这个 repo， 你就会看到它了，就是你也不需要自己上传或新增。好。所以我们晚一点会寄连结给大家尝试看看，你只要有新增出这个 repo， 你之后就会接收作业了。然后我们下次再教大家怎么写作业。好，再来是跟答疑，就是一些杂事有关的部分。首先，因为我们有很多助教，所以你遇到问题要找谁？如果你上课需要帮助，或者是你在课程内容，比如说我讲解的 slides 上面遇到一些问题，你可以找上面这3个助教。或者是你直接大喊他们的名字，那谁看你，他就是那个助教。如果你不敢的话，你就在课程的讨论区问，然后我们也会回复你们。然后再来是作业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写作业的时候遇到可能创建 report 出了问题，或是题目不太确定在说什么的话，那是写信给这2位助教。然后 office hour 我们等一下会讲，也是这2位助教负责的。那如果你是直播影片相关的问题的话，就是找这2位助教，让我看清楚，你们可以直接就是截你们自己电脑的画面。那 Office Hour 的部分可能比较需要的时候是在开始做期末专案的时候，那我们或是你写作业遇到比较大一点的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我们主要是在星期一的2点到3点下午。会用 Google Meet 的方式给大家进行 Office Hour， 因为有可能有3个同学他们其实遇到的是相同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解决。或者是你这个时间如果有休课没有办法的话，你也可以个别写信给这2位助教跟他们约时间。好，再来的话，我们每一周都需要笔电的原因是因为老师可能会进行一些，比如说请大家用跟 GPE 互动，或者是操作一些简单的程式码，所以建议是用笔电。那用平板行不行呢？也可以，但是如果要做一些比较大一点点的程式操作会比较麻烦。但基本上你写作业的话，还是会建议用笔电或是桌机。然后像我刚刚讲的，就是用学校信箱接收作业连结，也请大家一定要去注册 GitHub 的账号，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收到作业。好。再来 Office Hour 就是你问助教前，拜托请先去问他们，他们比较聪明。你们写信给我们，如果是跟知识相关问题，我们也会先问他们，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好，如果是跟课程的问题，那你当然可以，就是因为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课程，那可以直接写信没有关系。
然后请在白天平日的时候写信给助教，因为我们半夜3点就算醒着也是在滑手机，也不会回信给大家。我真的有在早上4点收过同学的信，然后他是要跟我约早上9点的事情，但我没有补他啦，就是我有看到通知，但我假装没有看到。好，所以请大家在白天写信给我们，我们能看到我们会尽快回，我们就会尽快回。然后拜托请友善跟清楚的说明你的需求，不要说有人写信，我之前有收过一封同学的信是说，助教我可以问你问题吗？就这样。然后他也没有说他是谁，就是我可以看到他的 NTU Core 的 mail， 所以我可以去查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但是他那封信就这个问题，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的说你的需求。你今天是要问 Office Hour， 你今天是要问作业或者是课程相关的内容。好，然后我们刚刚有说过，就是我们基本上会请大家在课程网的讨论区里面留言，然后我们每一周都会开一个新的讨论区，所以可以直接在当周的讨论区里面发问。那老师如果有看到会及时回复，助教们看到可以直接解决的，我们也都会回复大家。那基本上你要重新整理才会看到新的留言，它是不会实时更新的。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请大家把 NTU Core 的通知打开，并且经常去看 Core。比如说今天老师有发布作业的话，如果你没有开通知的话，你就不会收到。所以公告栏有更新的话，我们也不会另外寄信通知大家。那通知要怎么打开呢？因为有人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开，在这里就是如果你今天点你自己的头贴，就是圆圆的那个。然后它会显示这样子的画面，那你点设定，里面就有各式各样 NTU Core 的通知，你可以选择性打开。我记得也可以设定你什么时候要接收它。好，所以这里可以设定你要不要把课程的公告、作业或者是测验的通知打开。好，那还有任何问题吗？我刚刚有哪里讲的太快，或者是大家需要回到哪一页的吗？好，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吗？那我最后一页就是一些参考，就是关于刚刚的 commit， 我有请 ChatGPT 帮我解释比较清楚的版本的譬喻，大家可以点进去看。那我刚刚说这一堂课有另外一个课程网，主要是给线上的同学们接收作业的是下面这个网址。那因为我们有7个助教，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助教的信箱的话，你可以在课程点进去之后点成员，然后我记得它可以选择就是显示助教，它有个所有角色，你可以去点它，然后选择显示助教，它就会把我们的名字跟信箱列给你，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问的主题，再寄信给哪一位助教，大概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那我现在寄信给大家。